科学爱好者们，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超导体和高温超导体令人着迷的世界，准备好踏上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之旅，揭开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材料背后令人费解的机制。让我们从最开始说起，超导体究竟是什么？想象一下，一种可以零电阻的传导电流的材料。没错，你没听错，零电阻。就像为电子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交通畅通无阻。想象一下，在一种电力可以在导线中流动而不加热它们或者不损失能量的世界，这些超导导线可以彻底改变电力传输，使我们能够在最小损失的情况下将电力传输到遥远的地方，就像是从马车升级到超音速喷气机一样。但这里有个限制，超导性通常发生在极低的温度下，使其在日常应用中相当具有挑战性。我们的旅程带我们回到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海克卡麦林·亨奥内斯做出了开创性的发现，他将汞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的 4.15K 时，观察到其电阻消失，这标志着超导性的诞生。科学家们对这一现象感到困惑和兴奋。1933年，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麦斯纳和罗伯特·奥克森菲尔德发现了超导体的完全抗磁性，即当超导体处于超导状态时，超导体内部磁场为零，对磁场完全排斥，即麦斯纳效应。那么超导的机制是什么呢？在正常温度下，像金属中的电子会独立移动，与其他粒子相互碰撞，并且随着移动失去能量。但是在超低温下，这些叛逆的电子联合起来，成对地形成了一个实际上是同步舞蹈团的状态。这种电子的集体状态就像是一个无法分割的单一单位，使电流能够流动而毫不受阻碍。想象一下一支部队和谐的前进，他们的统一战线很难被动摇。这些成对的电子被称为库珀对，创造了一种同步的运动，使电子可以轻松滑动，从而产生零电阻。以上的这一机制发现于1957年，美国物理学家约翰·巴丁·利昂·库珀、约翰·施里弗提出了以他们姓氏首字母命名的 BCS 理论，用于解释超导现象的微观机理。BCS 理论认为，晶格的振动称为声子 Phonad， 使自旋和动量都相反的两个电子组成动量为零，总自旋为零的库珀对称为电声子相互作用。由于库珀对的总自旋为零，是用量子统计力学中玻色子的理论，库珀对如同超流体，可以绕过晶格缺陷杂质流动，从而无阻碍地形成超导电流。现在更加引人入胜的部分来了。数十年来，超导性主要在超低温下观察到，但在1980年代中期，一个突破性的发现震撼了科学界：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这些材料在温度远高于以往认为可能的温度下表现出超导性行为。高温超导体中的超级明星之一是 YCO， 即以钡铜氧化物，当然也别忘了戴斯头或者是铋丝钙铜氧化物。这些化合物为超导性的实际应用开辟了一片可能性的天地。这些同级金属氧化物把临界超导温度的记录提高到 138K。 除此以外，最近10多年里还发现了铁基超导体、有机超导体，如富勒烯、石墨烯和碳纳米管等。直到最近，韩国科学家们宣布发现新的室温常压超导体 LK99， 是一种铜掺杂的铅磷灰石。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都在努力制作 LK99， 并同时进行超导检测实验。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实验室能够成功复现。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对这一事件的进展给大家进行详细介绍。高温超导体或非常规超导体如何打破传统规律呢？ BCS 理论并无法成功的解释以上所谓非常规超导体，其确切机制仍未完全理解，但人们认为它与晶格中原子和电子的排列有关。这种排列的波动产生了电子口袋，即使在较高温度下也有助于库珀对的形成，就像电子的舞蹈变得更加优雅，使它们能够克服障碍，无缝的流动。现在让我们切换视角，关注我们的主要焦点：超导领域的最新突破。我们的英雄埃默尔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 Luis Santos 在调查范霍夫奇点一种电子态在能量上聚集的奇特结构时，偶然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些范霍夫奇点竟然成为了一个令人着迷的现象的关键——震荡超导性。
想象一下成对的电子参与复杂的舞蹈，它们的波动强度在变化。这种令人着迷的行为让科学家们不知所措，但是 Santos 和他的团队解开了谜题，揭示这些范霍夫起点是这种舞蹈背后的驱动力。下面我来做一下详细的解读。范霍夫起点指的是晶体材料中密度态的特定特征。密度态描述了材料中电子或其他粒子的可用能级分布，作为它们能量的函数。范霍夫起点是密度态图中突出的峰值或不连续性。这些起点以比利时物理学家温厚的名字命名，他对材料的电子性质的理解做出了贡献。范霍夫起点通常来自于晶格的布里渊区内能带和电子态的错综复杂排列。从简单的角度来看，范霍夫起点可能出现的原因有几个：能带结构，当晶体的能带以特定方式交叉，如氨碘；密度态可能出现峰值或不连续性；生子贡献，晶体中的晶格振动生子也可以影响电子态。某些与生子相关的效应可以在特定能量值处导致密度态增强。缺陷或杂质，存在缺陷、杂质或其他晶格畸变可能改变密度态并创建局部峰值。维度，在二维材料或系统中，由于降低了维度，密度态可能会展现出独特的特征，包括范霍夫起点。范霍夫起点可以对材料的电子和光学性质产生重要影响，它们可以影响各种物理现象，如电导率、光吸收和热导率。研究人员通常研究这些起点，以深入了解凝聚态系统中电子和其他粒子的行为。范霍夫起点与超导之间的关系是凝聚态物理学中的一个领域，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和持续的研究。以下是范霍夫起点如何可能影响超导性的一些方式。增强的电子态密度，范霍夫起点可能导致特定能级上的电子态密度增强。在超导性的背景下，这可以影响费米能级附近电子态的分布，这对于形成库珀对非常重要。库珀对是超导性的基本实体。相互作用效应，范霍夫起点的存在可以增强其附近电子间的相互作用。强烈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库珀对的形成，库珀对对于超导性的发生至关重要。耦合机制，电子与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超导性中扮演重要角色。范霍夫起点可能影响电子与生子之间的耦合，从而影响库珀对形成和在晶格中移动的机制。在非常规超导体中的作用，一些非常规超导体的电子能带结构涉及到范霍夫起点，这些起点可能导致独特的配对机制和非常规的超导性性质。临界温度，范霍夫起点的存在可能影响材料变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费米能级附近的电子态密度可以影响超导性行为出现的能量尺度。需要注意的是，范霍夫起点与超导性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可能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具体的电子能带结构、晶格特性和电子间相互作用的强度。研究人员继续探究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不同材料中的超导性行为。总体而言，虽然有证据表明范霍夫起点可能在增强或影响超导性方面发挥作用，但确切的机制和细节仍然是科学界活跃研究和辩论的领域。那么这一切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好吧， Santos 发现已经释放了新的可能性，一些高温超导体已经表现出这些震荡行为。现在凭借这种新发现的理解，实验人员可以更深入地探索可能性的领域。这一发现可能为我们无法想象的创新技术铺平道路。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在人类可以承受的温度下实现超导，而无需特殊设备，那将会是一个奇迹。这些材料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所了解的技术。首先，电力传输可能会变得非常高效，在传输过程中不再有能量损失，意味着更多的电力到达目的地。说到电力，想象一下充电更快、储能更多的电池，想象一下拥有惊人续航里程的电动汽车和持久时间更长的设备。但这还不是全部，使用的无碳和聚变能源最终可能成为现实，这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的能源格局，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还有量子计算机，室温超导体可能为能够解决我们无法想象问题的强大计算机铺平道路。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个巨大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物理学家们正在其中探索宇宙的本质。
这项突破性的技术在加速粒子到不可思议的速度时，大量依赖超导体。室温超导体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想象一下磁悬浮列车，那些靠磁力悬浮在轨道上的高速神奇装置，通过室温超导体，这些列车可能会变得更便宜、更易获得，从而改变我们的交通系统。还记得那些巨大的核磁共振机中的高场强磁体吗？是的，你猜对了，超导体正是其中的核心。这些磁体为医学诊断生成强大的磁场，为我们提供更清晰的内部图像。随着研究人员继续揭开这个令人兴奋的谜团，超导体和高温超导体的世界仍然是科学探索和创新的热点。所以未来你打开电灯开关时，可能就会有一个令人炫目的电子超导之舞，来改变我们为世界供电的方式。今天关于超导体和高温超导体的科学冒险就到此为止。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点赞、订阅、分享并打开通知铃，以获取更多令人震撼的科学探索。下次再见，保持好奇心，让你的电子超导